半夜，我在学校论坛刷到男朋友用小号发的求助帖，兄弟们，明年要毕业了，可女朋友家是务农的，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助力，要不要分手？底下一水劝分。其实他做梦都想进的公司是我家的，他攀高枝得来的保研名额，我几句话就能搅黄。刷到帖子的第二天，王青云本人没什么动静，他的母亲倒是先给我发来消息，10分钟 A 大东门咖啡厅见。语气一如既往的冰冷。以前我把她当成未来婆婆，被这样对待多少会有点伤心，有时候深夜 emo 还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她和王青云是嫌我穷。说来好笑，当初我是为了省事儿才填的务农，没想到她还能变成筛选凤凰男的利器。我啧了一声，背上价值几百万的定制包包，准备过去打脸。但我仔细想了想，王青云家拆迁只得了几百万补偿金，定制包包，他那眼皮子浅的母亲未必认得出来。于是我就换成大家都认得出的 LV。果然，碰面之后，他眼珠子惊得都要掉出来了。意外的是，这抹惊讶很快就被不屑取代。他喝了口咖啡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充满嘲讽。顾小姐，你这包包是别人送的吧？我干脆利落地点点头，是啊。不止这个，我那一屋子的包包基本都是家里人送的。他愣了几秒，忙不迭地拉开我们俩之间的距离。如果说他以前只是把我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，现在则是下水道里的老鼠，生怕会被我弄脏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有问题吗？他身体后仰，一脸嫌恶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，难怪我儿子要和你分手。说到这里，我终于得知他见我的原因。我嗤笑了声，王青云是没断奶吗？分手还要妈妈来提？他嘴唇微微颤抖，似乎被我气得不轻。你什么你我扬起下巴，想分手可以，让他自己和我谈。我们俩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王青云说在学校门口见面，我如约而至，却没见着他人。正当我想发消息问他时，一辆半旧的宝马 M8驶来，停在几步远处。车窗降下，四目相对。王青云靠在椅背上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优越感。上车吧。没必要，我直接丑拒。真是不识好歹。王青云开门下车，身上多了香水味。他凭借身高优势睥睨着我。你知不知道，凭你毕业后微薄的工资，得拼搏10年才买得起这辆车？噗，我一时没忍住笑出来。这破车放我家里，保姆都不会开出去买菜，还拼搏10年才买得起，笑死人了。王青云眉头紧皱，你笑什么？我敛住笑意，一本正经问道，你的自信能不能分我点？我太需要了。顾青青，王青云怒吼，面上青白交加。这就急眼了。找到昨晚那个帖子，连同我顺藤摸瓜查到的东西一并发给王青云。他瞳孔一缩，我没给他缓冲时间，直戳痛处。副院长侄女的高枝攀得爽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他不知抽什么风，忽然占据道德制高点，狠狠道，你不也是个出卖身体换取钱财的拜金女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撇撇嘴，分手就要给人泼脏水，你也太没品了。他一脸扭曲，指着我的包包，你一个家里务农的，要不是金主给你钱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 LV？ 看着他抓住一个点，就恨不得把我往死里踩的狰狞模样，我心里又酸又涩。当然，我不是因为王青云，而是因为自己。我以前究竟是多眼瞎，才会喜欢上这个渣渣？心累，我懒得和他吵，直接切入主题，分手。王青云点点头，分，当然要分，但你得先把钱还我。我抬起头，什么钱？王青云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。开始还比较正常，是一些礼物之类的。慢慢的，什么奶茶、烤肠都算上了。让我无比震惊的是他那句，2个月前你去我家做客，一天下来吃了将近30个饺子，看在过往情分上，就按8毛一个算给你吧。我气笑了，喜欢算账是吧？那就一块算。感谢互联网，让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有迹可循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揣着刚打印出来的东西去教室堵人，恰好他和刘静正在教室里给大家发糖，一群女生围着他们祝贺。我走进去，皮笑肉不笑道，我来的不巧啊。王青云如临大敌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掏出还热乎的账单，摊在他手上。我送你的那些球鞋和衣服，一共花了11万多。你送我的礼物，
加起来都凑不到1万。大家都在吃瓜，我更来劲了，双手叉腰，一声喊得气吞山河，还钱。王青云拿起账单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王先生，每笔消费都有银行记录的，你在质疑国家？王青云不想给钱，只好打起温情牌，一日夫700日恩，没必要算得这么细吧。哈呵，我冷笑了一声，你连我去你家做客吃的饺子都按8毛一个算给我听，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周围一片哗然，我猜是8毛饺子引起发的讨论。这时刘静忽然站出来，张嘴就内喊我，学姐，学长都和你分手了，你不要再缠着他了好吗？我眯起眼睛，面上多了几分冷意。学妹，之前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我并不打算找你麻烦的，可你不乖，偏要凑过来讨打。或许是怕我动手，刘静往后退了2步，确认安全，他才继续道，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你打扰到我们了。我勾唇冷笑，从包里掏出打印好的聊天记录，往他脸上甩过去时，顺带往吃瓜群众那边甩几张。上面显示刘静和王青云去年就勾搭在一起，而那个时候王青云还是我的男朋友。白纸黑字，直接锤死王青云和刘静，让他们根本没办法辩解。整个教室先是沉默片刻，再是如同凉水掉进热油，彻底炸开锅。天呐，刘静私底下竟然玩得那么开，王青云是由王成精吧，还给人家发不可描述的照片，优了。Oh my eyes， 重求一双没看过聊天记录的眼睛。托了我的福，王青云和刘静顿时陷入舆论漩涡。我退到人群外边，肆意欣赏两人被指指点点的场景。此时两人脸上仿佛打翻的调料盘，颜色在脸上来回变换，狼狈极了。王青云恶狠狠的眼神越过人群，落在我的身上，好似在说，顾青青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被激起好胜心，无声回道，王青云，你可别太快认输，否则游戏就不好玩了。挑战输一下。王青云的脸色愈发难看。我嗤笑了声，踩着高跟鞋大摇大摆走出教室。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速度，我手撕渣男贱女的消息犹如长了翅膀，相关帖子不过半小时就在学校论坛上爆了。王青云和刘静一下成了名人，不过是臭名远扬的名。眼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，我们副院长也就是刘静叔叔不得不出马把消息压下去。大家不敢再公开谈论，只是暗戳戳吃瓜。至于2位当事人，估计是被警告了，低调了一段时间。9月下旬，学校公布保研名单，王青云赫然在列。我用头发丝想想就知道有黑幕，不是我故意诋毁前任，而是王青云的成绩太拉垮。英语6级低空飘过，平均绩点勉勉强强才够 3.0， 根本不在专业排名 10% 的范围内。至于发表专业文章，不存在的。于是我让人去查王青云究竟占了谁的名额。副院长这事做得比较隐秘，我的人费了一番功夫才查出苦主是谁。徐悦，学院里出了名的拼命三娘，上大学后只做过一件事，学习。不巧的是，他的母亲去年查出癌症，正在为钱发愁。我浏览完邮箱里的资料，决定去见见他，或许从他嘴里能得到一些更直接的信息。我换了身低调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去到他打工的奶茶店，随便点了一杯喝的。等待期间，我觉得有点热，就把帽子摘下，放在吧台上。我拿着手机假装在玩，实际上我是在偷偷观察徐悦。他很瘦，从侧面看薄如纸片，仿佛一阵风刮来就能把他吹跑。身上洗的已经泛白的蓝色卫衣，头上快要断掉却还在使用的发圈，无一不在彰显他的拮据。而他眼底浓到化不开的愁绪，明显是碰上难题了。一时间，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。欺负这样的人，王青云他们良心不会痛吗？他本该有光明的未来。拿到奶茶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的问道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徐悦歪着脑袋观察好一会儿，语气有些迟疑，同学，我好像不认识你。对上那双澄澈见底的眼睛，我莫名愧疚。算了，为民除害这事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徐悦的生活已经够糟糕了。于是我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跑出奶茶店。回学校路上，我碰上了王青云和他的室友，因为走在他们后面，我没有被注意到。王青云飘了，
在学校附近都就跟一个室友大肆吹嘘，我能保研，真是多亏了副院长。幸好当初我没感情用事，果断选择刘静。对方附和，确实，那可是副院长的侄女。另外两人点点头，表情很是羡慕，恨不得以身代之。我啧了声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。一个副院长而已，至于吗？前面的拍马屁还在继续，我不想再听，索性换条道走。结果我和刘静撞个正着。我妈了，今天是不宜出行吗？让我接连碰上这对狗男女。刘静拍拍衣服，冲我笑笑，学姐，好巧哦。我把她从头到脚扫视一遍，柳眉一挑，你好像很高兴。刘静面带得意，是啊，昨天我去学长家里做客，阿姨很喜欢我呢。就这我双臂环抱在胸前，一脸不屑。学长保研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刺激到我。刘静换了个话题。知道啊，我勾起嘴角，不紧不慢道，我还知道是副院长帮了忙的。刘静有些意外，你消息挺灵通。末了，他抬头挺胸，十分骄傲的样子问，换作是你，你能帮他什么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，你说我去举报，副院长会不会被开除？这话一出，刘静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，大笑了几声才道，学姐，你一个快要毕业的人了，竟然还这么天真。我耸耸肩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上个月，我二哥代表学校出国比赛，算算时间，差不多该回来了。忘了说，他是院长的关门弟子，凭借出色的科研天赋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一直深受院长喜爱。这几年，他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，我们俩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加上他随父姓，我随母姓，所以至今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按照计划，我是准备等他回来再说这些破事，省得打扰他比赛。结果我还没见着我二哥，副院长倒是先找上我。走了小的来了老的，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去到办公室，我发现他老人家不是在泡茶，就是在喝茶，把我晾在一旁。我懒得陪他玩这种游戏，直接问副院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副院长放下茶杯，笑眯眯道，顾同学，静静说你要去举报我暗箱操作保研名额，是吗？是啊，我无所畏惧的承认了。你不想毕业了？副院长还在笑着，只是眼神冷得快要掉出冰碴了。想啊，我拉开椅子坐下，翘起二郎腿晃了晃，语气散漫的说道，如果我没记错 ，A 大不是你开的吧？副院长沉下脸，小丫头，你太天真了。我切了一声，以牙还牙，老东西，是你太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或许是太久没被人骂得这么直接，副院长一张老脸气得涨成猪肝色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径自起身走人。回到家，我正准备打2局游戏发泄火气，大门忽然开了，一个浑身书卷气的男人拉着行李箱走了进来。我怔了怔，就被他猛地抱住，怎么傻愣愣的，二哥回来都不知道迎接一下。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？我拍拍他的后背，示意松开。他去房间洗了个澡，又回到客厅，青青，我怎么感觉你不太高兴？我没瞒他，声音带上委屈，被人欺负了。怎么回事？他直接弹起来，气得脸都红了。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他摸摸我的脑袋，眼里满是疼惜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半小时后，我收到班群里发来的通知，学校收到举报，王青云同学的保研名额涉嫌暗箱操作，经调查举报属实，现将名额取消。我惊呆了，二哥效率好高。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，没想到二哥还有后招。青青换衣服，我带你去学校看好戏。好，我火速换掉睡衣，兴冲冲跟着二哥赶往学校。估计是二哥打了招呼，我们去到办公室的时候，正好碰上调查组的人过来。他和带头的领导瞧着关系不错，还在门口寒暄了几句。最后话题不知道怎么的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小陆，这是你女朋友？二哥笑着摇摇头，揉了2把我的头发，是妹妹。考虑到还有情妹妹，我特意补充了一句，同母同父，亲到不能再亲了。那个领导闻言，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和蔼。我着急进去看好戏，就用胳膊轻轻碰了碰身旁的人。二哥心领神会，马上领着我进了办公室。副院长坐在办公桌前，老脸灰败，全然不见上午的嚣张模样，真是鲜明的对比啊！我一时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副院长锐利的目光立马扫过来，啧，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果然是藏不住的。可惜我不怕，
甚至还有点兴奋。如果能让副院长当众失控，说不准会有意外收获。想到这里，我趁着没人注意，冲他无声骂道：老东西。副院长怔了怔，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，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。见他恨不得冲过来掐死我，我又做了个鬼脸。略，有本事来打我啊！事实证明，我在气人在方面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。不过几句话，就把副院长气得理智尽失，眼睛通红朝我扑来。二哥下意识伸出胳膊护住我，我顺势躲起来，直到副院长被控制住，我才探出头来，小小声道：好吓人哦。二哥拍拍我的后背，轻声安抚：别怕，他就是一只纸老虎而已。我点点头，摆出一副关怀备至的架势提议。我有点担心副院长的精神状态，不如送他去医院查查吧。副院长一边挣扎一边骂骂咧咧，他那目眦欲裂的狰狞模样，仿佛等他恢复行动自由，就要生吞了我。我配合着瑟缩了2下，表示我的害怕。二哥补刀，他这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副院长炸了，挣脱了2个保安的阻拦，抄起办公桌上的茶杯砸向我的脑袋。好在我够灵敏，成功躲开了。然而坐在我斜对面的领导就惨了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茶杯就擦着他的额角飞过去，鲜血沿着额头流下来的时候，领导傻眼了，其他人同样蒙圈。保安见状，一个箭步上前摁住副院长，领导一声令下，保安就像抬猪似的把他抬出去，目的地是警察局，毕竟他都故意伤人了。好戏落幕，我和二哥身为观众，自然也要离席了。路上我总感觉有人跟在后边，可我回头看了好几次都没发现异常。吃过晚饭，二哥被他的导师喊走了，我走出食堂准备回家，这时一道黑影冲了出来，想要拽住我的胳膊，我吓得条件反射用上过肩摔，砰，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。嚯，王青云怎么躺在地上？意识到刚摔的人是他，我后退半步，面上满是嫌弃。王青云爬起来，顾不上一身尘土，就兴师问罪：顾青青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过肩摔的？我掏出湿巾擦擦手，一直都会啊。王青云眼睛里多了几分忌惮，语气也平和了些：我有事找你，找个地方聊聊。没必要，我丑拒了，并表示有事直说。行。王青云咬了咬牙：我被取消保研名额，是你去举报的吧？我大大方方的承认了，是又怎么样？王青云面色一沉：顾青青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和我冷笑了一声：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你给我等着！王青云目光阴鸷的放下狠话。我没搭理，直接走了。昨晚没有睡好，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。一觉醒来，距离上课只剩10分钟，随便吃了2口早餐，我骑上小电驴就往学校冲。到了教学楼下面，我停好车，感觉不对劲，打量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鄙夷、嫌弃以及恨铁不成钢，更有甚者还和小伙伴小声议论。根据他的表情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话。碍于就要上课了，我不好过去询问，只能顶着这些眼神继续向前。到了教室，有个平时和我特别不对付的女生，一见我就跑过来阴阳怪气：哟，这不是我们一向以清纯出名的系花吗？早上好啊。有事直觉告诉我，对方来者不善。他倚在桌子上，看我的眼神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用词也是极其刻薄。发生了那样丢人的事，你怎么还有脸来上课啊？真不知道应该说你脸皮厚，还是说你心理素质过硬。我站起来，用手扇动空气，嫌弃而又真诚问道：说话这么臭，你出门之前没刷牙吗？他明显愣了一下，神情激动：你才没刷牙。因为老师到来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暂时摁下暂停键，但我还是一头雾水。这时学伟对我晃晃手机，我心领神会，并向他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。谢谢你，提示侠。趁着老师在写板书，我点开他发来的链接。井号京，文学系系花顾青青不雅照流出。我点进去，照片上的人脸是我的，身体却不是我的。简而言之，我被恶意换脸了。王青云的报复手段还真是卑劣，我忍着隔夜饭都要吐出来的恶心感，让人去查这个帖子的 IP。回家路上，我很不巧的碰上王青云那个狗笔，他站在树荫下，听着别人对我的议论，嘴角得意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住。我白眼翻到天际，真是晦气。
好在 IP 地址查到了，大哥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，差点扔下好几个小目标的项目，从国外跑回来。我好说歹说才劝住，不过他坚持要派李特助过来帮忙，我想着就派一个人就答应了。等到碰面我直接傻了，大哥摇了那么多人，是要带我去打群架吗？聚众斗殴可是违法的。我转过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李特助微笑道，小姐，董事长说了，这次事件太过恶劣，要以最快速度为您处理好。那就麻烦你们。我笑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下午我照常前往学校上课，王青云估计是特意蹲我，半路把我拦下了。我眼疾手快给李特助发了条信息，再抬头就见他得意洋洋道，顾青青，被人指指点点的感觉如何？不等我开口，他又翘着尾巴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说，要不这样，你跪下来求求我，或许我一心软就把帖子删了。跪下来求你，我白眼翻到天际，一字一顿，你受不起。你就死鸭子嘴硬吧。王青云扬起下巴，凭借身高优势俯视着我，等你受不了的时候，可别说我不念旧情，没给过你机会。我一脸问号，你没事吧？余光瞥见李特助和2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叔叔过来，我闭上嘴，死到临头还在蹦跶，啧，真是太好玩了。王青云以为我是服软了，愈发得意，他掏出一张房卡，眼中闪烁着淫邪猥琐的光。你不愿意下跪可以，今晚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就收手。我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。王青云理解为我答应了，伸手搂我的腰。然而他的咸猪手还没碰到我，就被匆匆跑来的李特助拦下。王青云一脸不爽质问，你谁啊？李特助没有回答，他挡在我前面，把场子让给紧随其后的警察叔叔。年纪稍长那个道明来意，王先生，你涉嫌一起造谣诽谤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王青云怔住片刻，语气既心虚又愤怒，顾青青，你报警了。我探出头，笑意盈盈回了句，有困难就找警察叔叔，老师没教过你吗？警察叔叔当即给了我一个赞扬的目光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飘扬起来了。清了清嗓子，我继续道，温馨提示，行为人发布的诽谤信息在网络上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，就达到立案标准了。王青云慌了，撒腿就跑。我被他这操作搞麻了，当着警察叔叔的面跑路，这得脑子进水才能做出来吧？人家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哎。果然，王青云没跑几步就被逮住了。我欣赏着他窘迫的模样，笑得前俯后仰。哈哥，王青云被警察叔叔带走的消息迅速传开，同一时间，澄清帖子以及律师函全部发到学校论坛上。原本造谣的正欢那些人，这下全都萎了。我的生活终于得以恢复平静。3天之后，王青云从警察局出来了，刘静跟在他的身边，眼睛通红，一见我就瓮声瓮气道，帖子是我发的，不关学场的事。捕捉到他藏在眼底的不情愿，我无语住了。王青云好手段啊，都被带走了，还能让刘静给他背锅，好好的一盘棋，可惜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那你替他坐牢去吧。刘静闻言，故意挺了挺肚子，语气颇为骄傲，我怀孕了，只需要取保候审。这孩子来的真是时候。我撇撇嘴，转身走了。万万没想到，王青云竟然追过来，大放厥词。顾青青，这次是我棋差一招，下次我肯定能赢。我停下脚步，指着脑子说，大哥，自信是好事，太过自信就是这里有问题了。王青云嘴唇抖了抖，明显还想再说点什么。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垃圾人身上，干脆扔个炸弹出来。你再缠着我不放，我就去找警察叔叔，说你骚扰前女友。显然，前几天的警察局之旅不太愉快。王青云一听这话，立马闭上了嘴。我很满意，哼着小曲儿走了。在论坛上造我黄谣这件事，最终以刘静被学校开除并被取保候审而落下帷幕。而王青云这位始作俑者，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给我公开道歉，实质性影响基本上是没有的。这个结果让我相当不爽。过了几天，大哥谈完生意回国了，想到李特助他们帮了我大忙，我也有一段时间没见大哥，就去了公司。我给大家订了一堆吃的，拜托前台小姐姐帮忙分发后，才拎着阿姨包的鸡汤上了顶层。一碰面，
我就被大哥说了一顿。你之前说要带给我长长眼的男朋友，就是这种货色。嘿嘿嘿，我讪笑了下，挠挠头道，当时不是年少无知吗？大哥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，狭长凤眸里的无奈都要溢出来了。你呀，弹了下我的额头，他的语气陡然变得冰冷起来。青青，你想让他付出什么代价？意识到他这是要出手的意思，我急忙抱住他的胳膊晃了晃。别，我想自己处理。起初大哥不太愿意，估计是怕我会心软，但他抵挡不住我的撒娇攻势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陪他喝完鸡汤，我感觉有点撑到了，就在公司闲逛，直到听见某间会议室里传出熟悉的声音。我停下脚步，眉头紧皱。王青云怎么在这儿？愣神之际，王青云出来了，不可思议喊道：顾青青，干嘛？思绪陡然被人打断，我很不爽。你来面试？王青云从上到下扫了我一眼，语气轻蔑。我承认你长得不错，但是面试好歹打扮的正式点吧，又不是平脸就会被录取。我低头看了看我的拖鞋，正想兑回去，人事部经理出来了，看见我，他眼里闪过热切，兴冲冲往我这边走。我担心掉马就不好玩了，急忙用眼神示意。他心领神会，立刻停下脚步。我顺势走过去，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他微微颔首，变回之前那个略带高冷的大厂经理。进了会议室里面，我怕王青云偷听，就把大门关上了。对上经理充满疑惑的小眼神，我也没绕圈子，张嘴就是王青云不行。经理特别有眼力劲儿，不该问的都没问。小老板，我现在就通知他初试没过。我摁住他的胳膊，不着急，等这批人来复试的时候，你最好表现出他很有希望通过的样子。想要打击达到最大化，当然要在东西唾手可得的时候才行，否则王青云顶多失望一阵就过去了。出了会议室，王青云还在外面，明显是在蹲我。他一见我就疯狂嘲讽，这么快出来，是被面试官嫌弃了吧？和清科技果然是大公司。我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你是多害怕我会把你挤下去啊？这就迫不及待打压我。王青云沉下脸，我会怕你？真是滑天下之大吉。我耸耸肩，那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喽。一时间我特别期待，等他知道和清科技的清其实是顾青青的青会是什么表情。得知我的计划，大哥连夜让人在会议室安装单向玻璃，方便我在现场吃瓜。复试当天，我坐在玻璃后面，一边吃着炸鸡，一边等着看好戏。很快，王青云面色略带忐忑地走进来。走完流程，经理按照我的意思，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王先生，我觉得您挺适合这个岗位的。他战术性咳了2声，敛住眼中的狂喜，开始给自己抬身价。其他公司月薪能给我开到 22K， 你们能给多少？我们这边底薪 18K， 项目提成另算。不行，我的心理预期至少是 20K。 经理深吸了口气，低下头，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。直到对面的人快要坐不住了，他才咬咬牙，如果您确定要来，我可以向领导申请。王青云喜上眉梢，却还要故作淡定道，行吧，什么时候发 offer？ 经理回答，由于岗位比较缺人，这次只需要3个工作日。王青云激动之余，还不忘维持自己很抢手的人设，那我就拒绝其他公司的邀请了。经理没有再接他的话茬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他觉得稳了，脚步轻快离开。殊不知，他一走，经理就卸下伪装，满脸不屑吐槽。身为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， Java 语言中有哪些常见的访问说明符，竟然都回答不上来，真不知道这几年干什么去了。我嗤笑道，他忙着攀高枝呢，没工夫学习。3天时间转瞬即逝。王青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大清早就在疯狂炫耀。天知道没有早课却被消息吵醒有多崩溃。我捶了几下枕头泄愤后，打开手机，班群里很多人正在祝贺王青云。和清科技这2年发展势头很猛，王青云你小子有福了，孩子老婆工作一下全有了，大佬效率真高。大佬，请问你需要腿部挂件吗？我看着烦，故意在群里拱火。既然这么值得庆祝，那你请大家吃个饭呗，市中心的谢宴就不错。和我关系好的纷纷附和。对啊，王总都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，不会连顿饭都舍不得吧？那家餐厅是我大哥朋友开的，人均5位数，全班去一次，大几10万肯定跑不了。
所以他答不答应都会损失惨重，区别在于丢的是钱还是脸。最后王青云答应了，还在群里故意艾特我，让我中午一定到场。我知道他是想看我后悔万分的样子，正好我也想看他出丑，就应下了。我不喜欢太显眼的 logo， 出门穿的背的依旧是大牌定制款，不识货的人非常容易误认为是地摊货。比如我刚进包厢，王青云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遍，确认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高高抬起下巴，顾青青，你后悔吗？我被他不可一世的样子逗笑了，大哥，你就算被录取也只是去大厂上班，不是位列仙班 ，OK。 王青云不怒反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面试官为了让我接下 offer， 特意向领导申请涨薪。末了，他的语气多了几分狂热，他这么看重我，说不准我这2年，不对，是一定能实现年薪100万的目标。这话一出，很多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纷纷围到王青云身边，彩虹屁不用思考似的疯狂输出，偶尔还要拉踩我2句。我全程冷眼旁观。和清科技确实有一项规定，表现突出者能拿到股份，年薪100万不是梦。但是王青云这个连面试都过不了的狗东西配吗？算了，先让他做会儿美梦吧。现在大家把他捧得越高，等下摔得越疼。过了一会儿，帝王蟹上来了，10万一瓶的拉菲古堡正牌红酒开了。王青云骄傲的招呼，要拍照的赶紧拍了。大家闻言纷纷掏出手机，谢谢王总。我也掏出手机，但不是拍照，而是告诉人事部经理可以发 offer 了。没过多久，接二连三的邮箱提示音响起，有人点开一看，尖叫，我被和清科技录取了。另一个，我也是。等到大家激动完了，才发现被录取的人里没有王青云。包厢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，我嗤笑了声，打破沉默。都愣着干嘛？你们赶紧嘲讽起来啊！发现没人吱声，我干脆起了个带头作用，王总，你好可怜啊，100万年薪说没就没。王青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说不准是人事部漏发 offer。我正要兑回去，包厢门开了，大哥那张斯文败类的脸映入眼帘。他长得好，又是杰出青年企业家代表，在场的人都认识他。王青云忙不迭迎上去，自我感觉良好的问道，顾总，你是不是来找我的？然而大哥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径自过来捏了几下我的脸蛋，才道明来意。我来接你回家。语气如此亲昵，瞎子都看得出来我们关系不一般。有人壮着胆子询问，顾总，您和顾青青是？大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撑腰意味十足，青青是我的妹妹。所有人齐刷刷变了脸色，王青云最夸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脸上打翻了调色盘。按照计划，我是打算刺激王青云打电话给人事部经理，再让对方狠狠拒绝王青云，当众打肿他的脸。现在大哥来了，我都不需要亲自动手了。我颇为遗憾叹了口气。大哥理解错了意思，以为我伤心了，目光灼灼盯着王青云，就是你欺负我妹妹。王青云眼里迸发出无限惶恐，声音颤抖解释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大哥冷哼，误会？那我也让你尝尝误会的滋味。王青云跌坐在地，整个人抖成筛子，全然不见刚才意气风发的模样。大哥拉着我走出包厢，身后议论声不止。顾总这意思是要收拾王青云。我酸了，顾青青竟然有个又帅又有钱的哥哥，最重要的是够宠他，王青云这下绝壁要完犊子了。大哥是个执行力相当高的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从学委口中得知，王青云找工作四处碰壁，整个人憔悴的不成样子。我却觉得远远不够，不是我心狠，而是王青云自作自受。当初他造我黄谣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女孩，很有可能会被舆论逼死。再次见到王青云，是在2个月之后的商业晚宴上，他又恢复了之前底气十足的样子。我嘟囔了一句晦气，转身欲走，却被他一个箭步冲过来拦住，盯着胸前这条胳膊，我翻了个白眼，语气满是不耐烦，有事？王青云凭借身高优势睥睨我，得意洋洋炫耀。我前段时间认了个贵人当干妈，他给我拉投资，成立了一个科技公司。现在我是真的王总了。你哥打算行业封杀我的时候，一定没想过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吧？干妈，怕是打着干妈旗号的老 baby 吧？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你真是豁得出去啊。
听懂我的弦外之音，王青云不免恼羞成怒。顾青青，我干妈和主办方关系好得很，我今天就要让你尝尝我前段时间遭受的屈辱。我只对前半句感兴趣，你干妈和主办方关系很好。王青云以为我怕了，愈发得意。刚才他带我去和主办方打了招呼，对方全程笑脸相迎。你确定人家不是出于礼貌的微笑吗？曹多无口，我不想在王青云身上浪费时间，决定换个方向走。王青云这次没拦我，而是去把会场保安找来了，趾高气扬下命令，给我把他赶出去。我挑了挑眉，不以为意，我可是带了邀请函过来的。他高高在上道，那又怎样？我合理怀疑他前段时间被刺激傻了，否则一个正常人怎么能说出这种奇葩的话？见我沉默不语，王青云再次催促保安赶我出去。保安没动，毕竟能在这种场合工作的都不是大傻子。僵持不下之际，一道带着压迫感的女声插进来，怎么回事？循声望去，一个气场极强的女人挽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缓缓而来。王青云两眼放光，火急火燎迎上去自我介绍，我叫王青云，刚和干妈拜见过您，你还记得吗？女人神色淡淡颔首，又问了一遍，怎么回事？她趁机告状，还不忘夹带私货拉踩我。我和这位顾青青小姐有些恩怨，本来我是不想和她计较的，可她一来就对我肆意嘲讽，这样嚣张的人，我认为不适合留在宴会里，决定让保安把她请出去。万万没想到，她死皮赖脸不肯走，才会闹出点动静，抱歉。女人又问，什么恩怨？王青云仗着有她干妈撑腰，继续泼脏水。他想复合我不愿意，他就到处和别人说我出轨。我气笑了，直接爆出一句国粹，敢做不敢当，王青云你他妈是不是男人啊？女人冷脸制止，小姑娘家家的，不要说脏话。这下王青云更得意了，整个人仿佛一只膨胀的气球，随时会飘起来。这时王青云干妈扭着肥胖的身子，急急忙忙过来，四目相对，她笑眯眯恭维，顾董，这就是您那个小女儿吧，和您长得真像。我妈脸上没有丝毫喜悦，甚至皮笑肉不笑道，林总，你知道这是我的女儿，还任由你的干儿子欺负她，你是不是对顾氏集团有什么不满？林总吓得脸都白了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末了，他给了王青云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赶紧给顾小姐道歉。王青云现在大脑已经卡住了，他怎么都想不到我会和世界500强的顾氏集团扯上关系。我故意往他痛处上面戳，王总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这会儿怎么不吭声了？王青云突然暴起，顾青青，你要是早点和我说你是顾氏集团千金，我们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吗？我气笑了，直接让保安拖他出去。王青云愤怒的声音划破夜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。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，我找了个人调查王青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。大约1个星期，所有资料悉数发到我的邮箱。王青云和林总是靠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他嘴巴甜会哄人，很快成了林总的心肝宝贝。林总给他买别墅买豪车，甚至成立公司，代价是伺候好他这个老 baby。两人对外宣称是干母子关系，其实私底下玩的超级花。扫了一眼那些亲密照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平复好情绪之后，我把这些东西复制了2份，分别发给林总的1双儿女和刘静。据说刘静收到邮件就和王青云打起来了。正常情况下，男女之间力量悬殊，更何况她还怀着孩子。她不仅没打过王青云这个畜生，还被对方推了一把，肚子撞到桌子的边角上，当场流产。王青云担心刘父刘母下班回来和他算账，直接跑了。后来还是邻居听到刘静的哀嚎，帮他打120，才被送去医院抢救。现在小命捡回来了，但是耽搁太久，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。王青云想回乡下避避风头，却在出发之前被林总那双儿女拦住，目的很简单，要他把房、车和钱都吐出来。王青云当然是不愿意的，要不是为了这些，他才不会委身于一个年近60岁的老女人。就这样，双方起了争执，他被对方带来的人打断双腿。王青云以为自己还是林总的新尖尖，闹着要见他。殊不知，现在林总对他的恨只多不少，因为林氏想跟顾氏合作好久了，眼看着就要成了的时候，王青云搅黄了这事。林总不把他恨到骨子里才奇怪。最后，林总亲自出面告王青云诈骗，
拿回了房、车和钱。王青云费尽心机，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捞着，最后还被刘家以故意伤害告了。他的母亲没有办法，只能用钱堵住刘家人的嘴，最后拆迁款都赔出去，这事才算翻篇。而他的2条腿也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落得个终身残疾的下场。不出意外，王青云再也不能劈腿了。临近期末考试，大家习惯性去图书馆备考，我在那里碰上了徐悦。和上次相比，他眼里的愁绪不见了，人瞧着也开朗了些。看见我，他指了指图书馆大门，比了一个出去聊的手势。我点了点头，轻轻把课本和笔放进书包，过去和他会合。到了图书馆外面，终于不用憋着了。徐悦掏出一顶帽子，上次你落在店里的，我接下来随手戴在头上，像在是和老友聊天，你这几个月过得怎么样？徐悦停下脚步，给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，声音里满是感激。谢谢你帮我拿回保研名额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认真道，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。他眼含热泪，说不出话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